大家好，今天10月2号，昨天比特币成交量呢是激动，但是价格却还是维持在19000美金附近徘徊。都知道大陆是在放7天的国庆长假，所以这个市场大部分的主力都是由黄种人形成的。那不然今天视频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整个大长线，比特币的周线有没有可能早在今年的6月份这一个18000美金的低点就已经打出了底部？因为也是有发现这一条倾斜的支撑位。它的目标位有可能就是在18000，而且这一条倾斜的支撑位，支撑跟压力不一定是水平的，这一条线它是一条魔术线啊，它是2条线里面，等下来跟大家聊啊，因为前几天也是有跟大家讲过，美元指数在114元的高位，有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顶部，因为它这边也是有一条黄色的倾斜的高点压力位。在17年的时候它过不去，15年的时候这个线也是过不去。那这一次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美元的一个顶部？而且这几天是有看到一个消息，美联储那边有可能会有分歧了。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包括比特币这个位置它为什么还是迟迟不涨？等下跟大家讲怎么从月线里面来观察 WR 指标，有可能还要再整理2个月。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eyond OK 永久返用 20%， 或者是 Bybit 跟 OK 新的邮箱注册，不用认证。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短线也不知道要怎么操作。我的观点是尽量放假，不用操作，因为很明显看到币安的整个交易对现在是马上下降的，只有16万枚。前几天每天成交还是在40万枚、40万枚，这个上影线的高位，当天这一个位置是成交了近60万枚，那现在只剩下16万枚啊。而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就这个周线啊，刚刚要讲的这一条倾斜的支撑位，其实它是这样子啊，就去年4月份的这个高点也是接近6万左右。如果我们连一条线过去，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低点的位置，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这个低点，它这边也是很恐慌的一个点位，打出来以后。就是高点跟这一波的这个低点位置连，其实支撑跟压力它不是水平的，它是有一种倾斜的这种支撑跟压力线，所以这个位置有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有没有可能真的是一个底部？还有一些现象啊，等下来讲。那还有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啊，它这一条线是一个魔术线，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数图啊，对数图有没有发现这一个高位也是在去年4月份的高位，如果连到去年的这个国庆节的位置啊，打出的这个低点，你连过去有没有发现这个位置也是对数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有可能这个位置真的早就底部已经打出来，只是这个位置时间还没有到位。那底部还有哪一些现象？也可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啊，有一个分析师是表明，比特币在第1季度大范围的抛售以后，加密货币的总市值它是在第2季度下降了1半以上啊，就跌幅是直接腰斩，所有的品种全部腰斩。那我们参考历史的经验，一般底部都是在非常恐慌的位置，所以之前比特币从 48K 跌下去，它是连跌了12周，特别是在周末跌段的位置是出了大长 K， 而且下方是很大的一个量的，是在这一根吧？没错，是在这一根哦。那我的观点是，我们再观察一下当时这个位置低点的一个位置，就看这个恐慌指数。这1年多以来，比特币的恐慌指数在10的位置，就是在这一次啊，6月份见低以后，恐慌指数从来都很少见过它来到10附近啊，所以有可能从这个恐慌指数里面也是表明市场的情绪当时在这个位置是最恐慌的位置，有可能这个位置真的就是一个底部。那还有哪一些现象？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几个参考位啊，比如说20年3月份疫情爆发的时候，当时这个位置比特币是不是也是非常的恐慌？就这一根最大的一个单周下跌的 K 线实体啊，是非常的长，而且下方是带大量，其实跟这一根是非常的像。那还有哪一些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18年当时在这个低点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单周出了很大的一根 K 线？当然后面它还有低点啊。那我们再看一下14年其实也是有很相似之处啊。就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也是量非常的大，前面也是连跌了可能有7、8周，所以从这2个现象有发现，就当下的位置，比特币
有可能早就已经见底，但是它不大涨。今天收盘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因为也是要收周线啊。周线如果能把前面上一周的这一根实体给它吞掉，有可能这个位置也要出一个多方的吞没。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前几天有跟大家讲的，美元指数在这个114的高位，它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倾斜的压力位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2004年、05年的这一个美元的低点，后面是压回来，这个又出了一个低点，低点是在06年的这个低点，就是这两个低点的位置连起来一条倾斜的压力线，是在09年的这个高位过不去，后面是在15年的这个高位也过不去，然后另外一个高位是在17年的这个高位也过不去。那这一次跟14年的这一个15年的这个美元指数一样啊，就是直接就是感觉周线里面就是井喷的走势，因为原因就是美国那边一直在加息，一直要控通胀。那我的观点是不排除啊，像这么大的一个美元大涨的行情，比特币就是在这种大涨的行情里面，比特币大跌，在14年、15年的底部就建了一个底部，所以这次我估计有可能也是，可能真的就已经见底了，但是它时间可能还不够啊。另外，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昨天也是有看到一个报道，美联储在加息速度问题上已经是出现分歧了。副主席什么布雷纳德带头就是要求要谨慎，因为鉴于联邦基金利率当前的目标区间为3%至 3.25%， 有看到报道，有可能最大的一个目标利率的空间是在 4% 啊，所以感觉就是距离达到峰值只有几步之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比特币这个位置真的就是一个底部啊，那时间到底是差什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月线啊，比如说这个 WR 指标，其实在历史上，我们如果看这个 WR 指标这条环线啊，它从这个位置穿到80上方是最弱势的区域。那历史上的几个底部的位置，它后面是 WR 指标穿到80上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8年的这个位置是从这一根开始穿上去以后，它是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5个月、6个月，从这一根开始就反上去了，反到80下方，就是这整个底部区间整理了近6个月。那现在呢？现在是穿了几个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从这一根开始，1根、2根、3根、4根，目前才4个月，所以这个位置是6个月，目前才4个月，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它还要反复的震荡，还要2个月？有可能这个黄色的这一条会不会穿到80下方？那有可能就说明超级弱势的超卖区6个月整理结束。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15年的这个底部啊，当时是从这一根开始，就是大跌的这一根开始，黄色的这一条 WR 是穿到80上方，这是超卖的一个区间，它在这边是横了多久？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5个月、6个月、7个月、8个月、9个月，加上这一根9个月啊，总共是9个月，在这个超级弱势的超卖区，后面是这一条黄色的线下穿80的时候，这个底部整理到位，那后面就是涨的。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比特币在这个位置如果这样子持续横盘下去，只要它不跌，我的观点是我们长线的筹码尽量给我抱住啊，有可能这个位置需要我们时间跟你心态以及你的耐心的考验，它还有没有可能再整理个2个月？那如果极限的话，是不是要等服于前面的那个9个月？目前才整理了4个月，还要等5个月嘛？有没有可能到明年的3月份才会开启一波大涨的行情？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